大家好，欢迎回到同学会客厅。今天上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27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各族各界青年的一次青春盛会。5年来，各级学联组织牢记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重要要求，用信仰点亮梦想，在考验中彰显担当，重整行装再出发，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同人民一起奋斗，同人民一起前进，同人民一起梦想，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那今天我们邀请到3位优秀的学生代表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和同学们一起畅谈青春理想，共话青年使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同学，他们是全国学联27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的易烊千玺同学。同学们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2018级表演系学生易烊千玺。全国学联27大代表、北京大学的宋喜同学。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大学2018级临床与健康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宋喜。还有北京邮电大学的何世杰同学。同学们好，我是北京邮电大学2017级电信工程及管理专业的何世杰。欢迎大家。那其实，在刚刚的短片中啊，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做怎样的一代人？那我想今天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想先问各位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当代青年身上所蕴含的一种特质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创新，因为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互联网的普及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吸收和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的顺畅，在这样子的环境和氛围下，我们会更容易的做一些和前人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做一些有创新性质的事情。对。然后宋喜。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代人的自主权会更多一些，因为可能前几代人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得世界变得更小一些，然后通路也变得更多一些，我们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这代人自主权会更多一些。自主。好，那千玺。我觉得是责任。责任。新时代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给了我们很多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然后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包容多元。我觉得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然后尽量的力所能及的回馈给社会。刚刚大家提到的是创新、自主和责任。那我想，我们作为一名学生，其实学习是我们的第一责任，也是第一要务。我们要在课堂中学，在实践中学，在挑战中学。那我知道千玺当年是以专业课第1的成绩被中戏录取。那你觉得你在高考前的那一段时间是一种怎样的学习状态？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高考前的学习状态是我当时还是很繁复的工作，然后工作结束之后暂停掉了2个月的工作，然后静下心来把所有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学习上面，然后当时考试自己觉得也达到了自己满意的标准吧。那你觉得，在步入大学，尤其是进入专业课的学习之后，自己哪一门课对你的挑战性最大，或者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门课？比如说文化课要学一些中国话剧史，就很多以前没有涉及过的，然后都很好奇、很新鲜。其实更多的是对一种未知的探索。对。那我们今天在访谈的之前，给大家准备了几组照片。那这几组照片其实也能反映到3位同学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成长。首先，我手里拿到的这2张照片，是大家应该都见过，这是千玺主演的2部剧，然后他的在剧中的一个镜头。那我想问一下千玺，你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你觉得对你自己带来的成长和蜕变都有哪些呢？首先是遇到不同的角色，他会对于我易烊千玺本身成长有不同层面不一样的帮助跟提升。比如说《12时辰》里面的李泌，他会让我变得更加的定跟冷静，然后思考就那段时间的整体感觉就会更沉着一些。然后《少年》里面就会让我那种很放松，然后就那种不顾一切去毛的那股劲儿。反正在不同的剧组遇到不同的专业的前辈，然后导演他们也会给我很多
很多成长上的帮助。其实更多的是在不同的剧的出演当中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学习和挑战。对，就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挑战自己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成长。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或者是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是如此，我们都要经过一个挑战自我、丰富自我的过程。那我知道宋喜的经历其实和电影一样，考入北大、参军入伍，然后参加合唱团夺冠，又能与总书记亲切的交谈，而且还获得了最美退役军人的称号。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几张照片是宋喜在合唱团，然后在学校，还有他在部队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写照。其实我想问一下宋喜，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参军入伍？其实真正下定决心去部队的时候是21岁，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自主权会更大一些，然后也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所以就特别想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去部队。那你觉得海军蓝的日子里带给了你哪些成长或者是改变？最大的成长或者说改变，可能是我的自我就是更进化了一点吧。比如说一开始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自主权去部队的。那到部队其实发现，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是当兵也好，还是当学生也好，首先最要做的是为自己当前做的事情负责，并不是为自己的想法负责，而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成长或者改变就是学会了怎么样为自己和为自己所在的环境负责。对，其实，在很多人看来，你的这些选择都很率先。那其实这样一个词与当代年轻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焦虑，其实是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能不能告诉大家，你是如何做到率性的，或者是说你在面对焦虑的时候，究竟会怎么做呢？其实，因为我学心理的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因为选择很多，所以焦虑自然也就会很多。如果像就是以前父母那一辈儿的时候，他们可能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分配了，也不会有那么多选择让他们去选，所以知道的少，焦虑就少一些。所以一方面知道的多，让我们能够有更多选择；另一方面知道的多，那自己达不到那样的要求，可能会更焦虑一些。其实您说我率性哈，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应付焦虑的方法，就与其多想，不如多做一些。对，与其多想，不如多做。那在我手里的这张照片是何同学第一次拍视频时候的照片，感觉还是有一丝青涩和呆萌啊。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视频？这个是我高3高考完那个暑假，我闲的没有什么事儿干，但是我特别喜欢黑色，所以说我就买了300多张卡纸。所以你今天也穿了对，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穿白衬衣的。然后我就买了300多张黑卡纸，然后一张一张的把我的房间贴成了纯黑色。然后当时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就顺便拍了一个视频，标题非常的直白，就叫用300张卡纸把房间贴成纯黑，所以就做了那第一个视频。那你觉得是一种怎样的初衷或者是动力，驱动着自己一直能够精益求精的打磨作品？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争取在每一期视频里能给观众带来1下或者那么2下新奇的视觉体验，我就很满意了。明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了浮躁是当代文艺最突出的一种问题。一些人觉得一部作品经过反复的打磨，如果不能及时的转化为它的实用价值或经济价值，这样的做法不值得也不划算。那其实我觉得何同学的创作过程，能够非常鲜明地体现出用情和用心2个字。能不能告诉大家，你是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做到沉下心不浮躁的？首先花一些时间做5、6个比较凑合的作品，相比于花很多时间认真打磨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会有着少得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从传播效果来看，一个认真打磨过的作品也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和更好的观众反馈。这既有实用主义的考量，也有对自己的交代。那你主要想通过作品来向观众传达一种怎样的价值观，或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我最想让观众达到的体验就是，当他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学习或者工作，回到家里，他点开我的视频，可以度过放松的6、7分钟，
如果说在这6-7分钟里面可以学到一些知识，或者是对他的购买数码产品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议，那就再好不过了。其实更多的是想把快乐带给观众，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视频让观众更多的享受生活和感受生活。在今天的访谈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几句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话语。那第一句，叫做“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句话是给千玺的。其实千玺在很多的场合你都谈到过热爱。作为一个演员、歌手和舞者，能够在这样不同的角色中穿梭，而且始终保持热爱，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能不能告诉大家，今天上午其实你也在大会的现场聆听了报告，那你觉得当代青年人他们在自己追梦圆梦的路上该如何保持热爱呢？我觉得大家找到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之后，我觉得是要更深入的去深耕它，更加深入的去探索，然后去追寻它。因为有时候你一点一点往里深入的时候，不断的挖，不断挖，挖到自己越来越喜爱的东西，然后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所以那种求知欲跟探索欲是保持热爱的前提。就是要在自己热爱的领域深耕，这样才能越来越多的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和快乐。那下面一句话叫做“时间是唯一的自变量”，这句话是宋玺的个性签名。对，是的。为什么要把这句话作为个性签名？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无论是和大时代相比，还是和天地或者国家这种大的环境相比，个人他始终是渺小的。但是我们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时间轴上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向前走的。作为自己，如果能够有幸在这个时间轴上，它在变化的时候，我能随着时间轴自己画一点图案，就是像你说率性的画一点图案，我觉得那是能够让我非常满足的。我想你现在画出的图案已经是五彩缤纷，我希望能够在之后的日子里为我们画更多的图案。为何同学量身打造的这句话叫做做有意思的视频。那我想这句话其实能够非常准确地概括你一直以来的这个创作的历程。能不能跟我们解读一下这短短的几个字背后的内涵？就是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视频作者，只是一个纯粹的观众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视频，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视频就是那些能让我笑出来的很有意思的视频。所以说当我自己开始注册频道的时候，第一个签名应该就是做有意思的视频。但是当你真正自己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有意思，有意义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在视频里面能让观众有一些情感共鸣，会让整个视频更立体、更饱满、更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其实就是说有意思是这个视频的外在表现，而有意义是它的精神内核。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青年人在追寻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有意义。那我想刚刚我们谈到了很多的关键词，有意思、有意义、热爱、率性、创新。那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访谈开始前的那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做怎样的一代人？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一代又一代；也有人说我们是永不弯曲的脊梁，一次又一次。在战役一代越来越多的被提起的时候，那我们究竟应该做怎样的一代人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向上的一代人，就是不断努力、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争取能做到一些以前的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下一代人看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挺努力的，就很好。我觉得可能有2点吧。作为自己的一个个体，可能你要遵从自己的理想，遵从自己的梦想或者想法，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中，你可能要对环境负责，要对时代负责，所以要做一些可能时代需求、满足时代需求的一些事情。千玺。我觉得可能是要做创造力跟有贡献精神因为还是说新时代有很多的不同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然后更好的去表达出我们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实现更好的我们的自我价值。刚从3位的表述中
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代青年人对于扛在自己肩上使命的一种理解和认知。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启动今天的互动问答。我们的问题是：今年是全国学联的第多少次代表大会？答案是27。没错，今年是全国学联第27次代表大会。请同学们扫描二维码，关注中华全国学联微信公众号，发送汉字27，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团宝玩偶、纪念 T 恤和青年大学习笔记本。那我们再次感谢千玺、宋玺和同学来到我们的会客厅。我们坚信，新时代的学联组织必将不忘根党初心，牢记青春使命，锐意改革创新，切实履职尽责。我们也更加坚信，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同学们，再见。